Hello，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能够给大家带来这最新一期的开箱，因为我们今天拆的这个产品啊，和咱们之前拆的产品都有一点不一样，那就是今天拆的是一款限量产品，这就是来自铁三角的 WP900 SE。铁三角的限量产品和其他品牌有一点很大的不同，那就是铁三角会在包装上面贴这么一个纸条。由于本产品为限量生产，更换零件供应有限，当零件库存耗尽的时候，可能需以另一可用型号的零件取而代之。意思就是作为一个限量产品，相关的物料啊、备件啊之类的，想必也都是限量供应的一个状态。所以当零件耗完的时候，也只能用普通版的这个零件来取而代之了。这一点是铁三角与其他品牌所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因为在咱们 HiFi 行业，从播放器到尾巴，再到耳塞，再到头带以及线材等等，很多的限量款，但是在包装上面应有明显提示的，铁三角是唯一一家，其他品牌都没有这么做过。首先，这款产品不能够算是铁三角独自完成的，而是和日本的一个乐器品牌主攻吉他的富士弦共同开发得来的，所以这款耳机在外壳的漆色处理上有着非常浓厚的吉他气息。等一下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就明白了。在开箱之前，大家再给我几分钟时间啰嗦一下。首先，我个人对于这款产品是非常喜欢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目前的头戴便携市场啊，大家不妨打开各品牌官网，或者说看看淘宝之类的，您一定会发现一个事实，就是目前有线头戴便携这块的产品几乎是寥寥无几的。您不管看深海、拜亚、奥利兹、HiFiMan 这些品牌，几乎都没有在研发有线便携耳机这个类目了。大家好像都在往蓝牙方向发展，比如最激进的两个就是宝华还有 BO， 索尼最近也发布了最新的1000X10周年纪念款，对吧？大家清一色的都在堆蓝牙、堆降噪，但是没有堆音质。想必大家还记得咱们之前开过一款拜亚的入门级监听头戴，就是 DTR70 Pro， 那款耳机的售价不高，但是品质方面非常的过硬。本身拜亚将 DTR70 Pro 推出来，并不是将 DTR70 Pro 作为一个有线便携 HiFi 头戴的，而是有着浓厚的监听属性。结果270 Pro 买回去干活的人没几个，大家买回去基本上都是听音乐的，对吧？所以也算是歪打正着了。之所以这么讲，也是因为拜亚除了 DTR70 Pro 这么一款以外，其他的产品清一色的都在往蓝牙方向发展了，比如阿凡图系列、阿米罗系列等等，全部都是蓝牙产品。所以说 DTR70 Pro 对于拜亚而言是属于歪打正着的，而铁三角的话不一样。因为铁三角这个品牌虽然之前有一些蓝牙头戴，比如说曾经很火的 DS-R9BT， 但是那都是老黄历了。就目前来说，2026年的今天，铁三角已经非常缺乏蓝牙头戴这个类目了，反而在今天给我们推出了 WP900 SE 这么一款纯正的 HiFi 血统产品，有线形态配合木质外壳，再辅以小巧的耳机机身，让有线便携头戴这个类目似乎在2026年又有了一丝回光返照的迹象。我认为啊，有线便携 HiFi 头戴这个市场虽然在蓝牙的挤压下已经是非常小众的一个存在，但是依然有很多朋友听不惯蓝牙的声音，更热衷于这种可以带出门的有线头戴式耳机。好了，废话不多说了，接下来咱们就开始看看这款耳机到底如何。其实在这之前我也没看过这款耳机的漆面啊，包括配件等等，接下来大家就随着咱们的镜头来一探究竟。这次是有编号的051，这个编号还不错。哇，这个颜值太漂亮了，真的是。这个外形没话讲，真的没话讲，深邃但是又很通透。咱们先看一眼配件，简单过一下，咱们就切换到耳机啊，快一点。这里面啊，这个是耳机包，4.4线、3.5线，然后一个插饰布。等会儿也简单的试听一下，看看5、6千块钱的一个售价，抛开限量款的这个光环不谈，音质到底能不能够撑得起来5、6千元的这个售价？好，配件已经过完了，无非就2条线嘛，3.5加4.4，对吧？然后耳机端是 ARDC， 还有一块插饰布就没了。咱们赶紧来看一下耳机。我已经有点迫不及待了，太夸张了！这个大家知道，我开箱耳机价位中高低端的都有，但是就颜值这块来说，应该是没有哪一款能够超越这款 WP900 SE 的。哇，这个颜值真的一眼中毒。这里说一句歪歪一点的话，就这个外形，光是看着都是一种享受。
哇，太恐怖了这个颜值。如果说您玩耳机有一段时间的话，一定会记得铁三角在坊间有个别称叫做家具厂，意思就是铁三角的这个木质外壳的耳机非常多嘛，所以得了这么一个雅号家具厂。这款耳机因为也是刚开嘛，所以这个耳罩的材料我现在还不太确定，但是就之前的 WP900来说，耳罩方面我认为是有一些问题的。我这里有个 WP900。大家可以看到，耳罩时间长了之后基本上都化掉了，这也是铁三角一直以来的一个问题啊。这方面咱们不避讳，有啥说啥，因为这个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大家可以看到，直接掉渣了。但是好就好在铁三角的这个耳罩啊，在淘宝上面非常好配，而且价格方面也不会特别的高。此外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头梁，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也有一个头梁保护罩。这个保护套的话，大概20-30块钱，也是在淘宝上面买的。所以对于这么一款限量款产品来说，适当的保护我认为是有必要的。头梁保护罩咱们可以自己去配一个。至于耳罩的话，如果说几年之后用破损了的话，大家在淘宝上面配一个 WP900的耳罩就可以了。这两个耳机的耳罩应该是通用的，对，尺寸完全一样。大家可以看到这两个耳机的尺寸。哇，我这掉了一地，不好意思，这个铁三角这个问题真的祖传，自打 ES7、ES10 那个年代开始，这个问题就一直存在了。大家可以看到这款耳机的这个漆色和一些世界上著名的吉他手所用的吉他配色是完全一样的，比如说像涅槃的科本等等，有非常多的吉他手热衷于使用富士弦所生产的吉他，而这也是两个公司联姻的一个由头，就是铁三角内部的员工。也有很多是乐器爱好者嘛，有一天萌生了一个很有趣的想法，如果耳机的外观能够跟他们的吉他一样，那就非常有趣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最终诞生了 WP900 SE 这么一款耳机。我相信啊，现在在看视频的朋友有不少都是吉他爱好者，因为我自己天生有点手残，对乐器这一块不是特别的擅长。所以对于这款 WP900 SE 的外形设计以及制造工艺，也仅仅停留在官方的一些基础上面。比如说在耳机表面这么小的一个面积上，实现3色渐变的这个工艺有多困难，上漆多么复杂，前后一共11道工序等等，我这些都是官方网站上看到的。如果说您是一个吉他爱好者，对于这个工艺有更加独特的见解，也欢迎您在咱们的评论区留言，咱们大家交流一下，挖掘一下这个工艺背后的故事。接下来咱们就接上线试听一下。这次 WP900 SE 因为使用了吉他的这个键面工艺嘛，所以在音色方面也是明显的在往吉他方向进行一个靠拢。某种程度上啊，我们说它是专攻吉他也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大家知道铁三角有很多的女独产品嘛，所以咱们接下来试听一下，看看这款耳机到底怎么样，有没有保留之前铁三角的特质。哇，好轻啊！真的，这个重量，就我印象里面来说啊，应该比市面上90%以上的蓝牙耳机都要轻了，佩戴感非常舒适。播放器咱们这里就拿了一个莫爵2代，简单的试听一下。先放一首吉他，正好有这么一张专辑 Nevermind 的，可以。啊，不难推啊，100的情况之下。我这个音量大概只需要开到46，最高50，这个音量就已经足够了。在说起声音之前，咱们先来一个外观的一个对比啊，这里也是方便大家建立关于这款耳机的一个尺寸概念，非常的小巧，非常的迷你。不客气的说啊，比市面上大部分的蓝牙头戴都要更小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尺寸，如果哪一天蓝牙头戴能达到这个重量与颜值的话，那就不得了了。但是目前来看，可能还过于遥远。接下来咱们简单说一下声音，刚刚简单的试听了一下，这款耳机给我留下最深的一个印象就是，虽然是一款封闭式耳机啊，但是声场没有受限。是的，这款耳机的声音边界感是不明显的。您只要不带有封闭式耳机的这个固有印象去看待它的话，您就自然的去听，您不会觉得这是一款封闭式耳机所能发出来的声场。我们知道传统的封闭式耳机啊，最难做的就是声场，
因为声波在抵达耳机的腔体之后会被反射嘛，所以说音乐仿佛会被一堵无形的墙给隔住，进而造成整体的音色不太自然，声场不够广阔。这个问题在市面上绝大部分蓝牙耳机上面都是存在的。这其中声场做的相对较好的可能就是 Focal 的那个深海潜艇了。但是除了那款以外，别的蓝牙头戴耳机在声场方面，我认为都没有跳脱出传统封闭式耳机的这个圈子里。所以声场和声音的自然性这两点在封闭式耳机当中是非常难实现的。那说到这里，可能您会想，为什么非要做封闭式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大家要出门听嘛。如果您不做封闭式的话，那整个声音都传到您的耳朵里了，对吧？那这个音乐也就没法听了，等于完全不隔音了。别人说话您听得清清楚楚，您在听音乐的时候，耳机里面的音乐也会被别人给听得清清楚楚。所以封闭式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出于对环境或者说场合的一个妥协所诞生的产物。那怎么样在这么狭小的一个腔体里面去做声场呢？铁三角给我们交出了一份不一样的答卷。其实在之前大家知道有一个大胎碗叫做 AP2000钛，那款耳机的声场就已经做得非常优秀了。但是 AP2000钛是有一个 bug 级的设计，那就是耳罩非常的大。这里举一个比方，就像这一款 AWKT 里面的这个声学腔室，空间越大，那自然所能造成的空气流通率也就越高。那这当然就让声场更大了嘛。也就是说，耳机的耳罩或者说外壳越大，声场在理论上也会随之而得到提升。但是 WP900 SE 大家可以看到，就这么小一个面积，对吧？还没有一个手掌来的大。大家可以看到，就这么小的一个面积，居然能实现这种规模的声场，这在之前的封闭式耳机当中我是没有见到过的。聆听 WP900 SE 绝对不会有任何闷的感觉。这里咱们点名批评一下就是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蓝牙头戴耳机都在刻意的往低频这个方向发展。这些耳机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低音这一块构建的非常虚假，完全就是一味的把低音的量感给它提上去了，而忽视了低音的层次、低音的细节、低音的泛音等等这些关于低音的元素。所以这些蓝牙头戴耳机我一个都没有入手，我大概听了几十分钟，可能都用不了几十分钟就感觉到有一点腻了，而且这些耳机的高音普遍都延展不佳。而 WP900 SE 的低音没有这些问题，高音的宽阔感和信息量也可以说秒杀了市面上几乎所有的蓝牙耳机。但是这也并非没有代价的，就是作为一款有线耳机，您需要配置适当的播放器或者尾巴，否则的话是出不了声音的。所以 WP900 SE 这款耳机的上限是可以随着播放器或者说尾巴的提升而得到一定程度的变化的。您可能上尾巴是一个声，上播放器是一个声，上耳放又是另外一个声了。这方面我认为需要交给您去探索，看看这款耳机的上限到底如何。线播放器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一些选购障碍点。但是如果说您将耳机的音质放在首要的考虑位置，那么 WP900 SE 我认为就非常的合适了。最后也感谢铁三角能够在2026年的今天还能够给音乐爱好者研发这么一款最传统的有线便携头戴式耳机。最后这款耳机在咱们原生态的上海门店已经有样机可以试听了，您如果说有兴趣的话，一定要来咱们门店来试听一下，看看这款耳机声音到底如何。好了，本期的开箱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再见。